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，发生于台湾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地震，台湾全岛都感受到持续102秒的严重摇晃，全台瞬间陷入一片漆黑恐惧之中。这是瑞士规模 7.3 的921大地震，是台湾近100年来伤亡损失最惨重的天灾。那一夜，全台湾天摇地动之后，很多人都来不及醒来和道别。这场带走全台2415条人命的大地震，造成了许多家庭支离破碎，也成为幸存者们难以摆脱的梦魇，更是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。最近台湾又开始地震不断，921发生当年，不可那时候是住台北，记得当下家里突然停电，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紧接着房子上下震动了好几下，再来才是剧烈的左右摇晃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离死亡很接近，至今想起来那一夜仍余悸犹存。在当年，曾有听闻过网友分享让人闻之泪崩的故事。当时一名网友叙述，在地震发生后，家人全部罹难了，只剩一位5岁小妹妹活下来。后来别人问她如何逃出的，她童言童语的回：是爸爸抱我出来的啊。一句话让众人噤声，因为女孩的父亲早就在事发前2年因为车祸过世了。这段满满洋葱的灵异故事充满了难以言喻的亲情，很温馨，但却也很心酸。这场100年天灾，当时全台出动了大量的警消军人以及民众自动自发来参与救援，过程中也传出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灵异情况。不可今天就带来2则当年网友提供的灵异事件与各位分享，以下皆以第一人称叙述。我本身是住台北，还记得地震过后，陆续透过新闻画面得知了灾区的消息，第一时间便与朋友讨论要收集一些物资下去帮忙。匆忙准备后，便与友人开车前往中部灾区，沿路树木涌入欢腾的氛围，心里真的感到好哀痛。当天晚上到达灾区，发送完物资后，想说再留下来过一夜，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尽一份力的。于是当晚，我与4名友人便在车上度过一夜。那一夜睡得很不安稳，一整夜的狗叫、吹狗螺，以及风声中掺杂着许许多多的哭声，真的是很毛骨悚然。由于我本身有些微灵异体质，很怕会看到些什么，但是想说我们是来帮忙的，是来做好事的，就没什么好怕的。慢慢说服自己后，便浅浅入睡了。隔天起床后，便开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可以帮忙的。后来便开始与路边的救难民众等协助处理搬运石头等基本救援。就在我帮忙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大概20公尺不远处有一个倒塌的土堆上，我看见了一对兄妹，看起来像是小朋友，手牵着手站在土堆最上方。那个妹妹手上还抱着一个娃娃，到处看来看去。我那时候好奇想说走近一点看，这时候那个妹妹便拉着她哥哥往我这个方向指来。接着他们2个并没有说话，然后向我比出过来的手势，手指往他们脚底下的土堆指着。我那时候想，我应该是遇到了。看到他们比出的那个手势，我大概猜出他们要表达的意思，便去找了附近的救难队，请他们可不可以先过来搬运这个区域。一开始救难队面有难色，想说我是来乱的，说他们在那个区域都探查过啦，没有发现什么。但我仍然是苦苦哀求。我朋友也知道我应该是感应到了，便跟救难队员说：快丢啦，你们就帮忙一下啦。之后救难队拗不过我们的坚持，便来了几个人帮忙。就在大家协议的帮忙清除土堆后，在搬运后没多久，果真就在小土堆的下方
发现了那一对兄妹，两个人手牵手的被埋在一起，那个小妹妹的手上还抱着一个娃娃。看到这幕的当下，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事后当两兄妹的大体被安置处理过后，我似乎在远处看到那两兄妹模糊的身影，像是在挥着双手跟我说道别。事后每每想到那对兄妹被挖出的画面，心里头都会酸酸的。921当年我正在服兵役，还记得当时在营区，刚好晚上有点失眠，并没有睡得很熟。翻来覆去的同时，我先是听到一声很巨大的地鸣声后，接着便开始剧烈摇晃。地震发生之后，部队第一时间赶到灾难现场，沿途的景象真的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。接着我们便开始参与了救援的任务。当时救援因为器具不足，大都是以徒手搬运的救援方式进行。大家彼此用接力搬运的方式，清除石头及物品等障碍物。就在救援的途中，学弟大叫一声：“我挖头发了啦！”于是我们一群人便小心帮忙的拨开旁边的土石泥块，但发现头跟身体是分开的，只能先把头颅先移出，然后赶紧用棉被包裹。大家用接力的方式把头颅接出去，放入悍马车后面装入尸袋。然而受难者的大体当时被大梁柱压住了，我们只能用十字镐猛敲，慢慢的破坏梁柱。但是发现这样效率实在太慢了，于是我就去跟长官借了部机车，跑去附近的消防队问是否有发电机跟电动砖头。这时刚好遇到搜救队员，问他们有没有装备。运气很好的借到了千斤顶，之后就赶紧回到现场，使用千斤顶把梁柱顶起来，把受难者大体拉出来后，用棉被包覆起来。抬出去之后，任务完成休息后的空档，当下我真的很累，便直接找了个空地，把钢盔当枕头就睡着了。就在睡梦中，我看见一个女生提着头，对着我说谢谢，并对我挥挥手。我当下整个吓醒了。这时也刚好听到长官说，部队先休队，回营区歇息休息。当天早上回到营区，洗完澡后，趁着空档小眯了一下。这时我又梦到了那个女生提着头，不过这次我一直听到有个哭声，是很哀伤的那种声音。这时我又吓醒了，一连两个奇怪的梦，真的是让我心里头怪怪的。休息过后，当天下午又要赶去体育场进行搬运尸体的任务。到体育场之后，要对户口跟认尸，遇到一位中年男子焦急的跟我说：“我找不到我阿嬷，说证件什么的都在房子里都倒了，怎么找？”当下的他非常着急，且眼眶泛红，显得很无助。于是我便跟他对了一下地址，比对地址后，发现好像是我昨天挖出那个罹难者的区域，便问中年男子：“你们家是不是在某某路旁边的那个矮房啊？”中年男子连忙地说：“对，就是那个矮房。”我心里头当下浮现了梦中的那女生，于是我就带着中年男子去认尸，找了好几个尸袋之后才找到。我就请礼仪社帮忙修复阿嬷的大体。中年男子事后一直谢谢我。还记得任务完成，回到家之后，当天夜里做梦时，梦到了那个阿嬷来梦里找我。这时的她整个人是完整的，并带着笑脸，穿着寿服，跟我挥挥手，对我说道别。还记得我醒来时，脸上流了许多泪水，衷心的希望阿嬷能够安息。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灾变之后，台湾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党派族群，相互顾念，彼此安慰。
出钱出力，相互扶持，展现最珍贵的生命价值。在这场百年难见的大地震中，我们失去了珍贵的生命，无可计数的财务损失。然而，我们真的有从这场天灾中学到了什么吗？